どうですか？他们啥也没干呀！素晴らしいね。我求求你了，あんな大事の番だ。俺家都是良民啊！太君，俺家产不要了，你放我们吧，我都给你们。太君了，太君还很帅啊！营嫂，太君、何かあったんですか？家よ、全部燃やそう。太君、私の家もここにあるんですよ。庄さん、領民だから。うん。ここに住むにはいけない。把门打开！现在就全军这里，这个为啥？冲出去！连庄会的各村都到了吗？庄稼铺到了，杨河村到了，杨河村到了。大王庄造了这份鬼子，就不等他们了。听我号令，冲进吕家寨，解救吕会长，杀土匪汉奸黑豆和孙玉林的队伍。严庄会，跟我上！冲啊！齐总，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松副支队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好。安松，一中队呢？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啊，我们已经布置2、3中队把吕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3股部队在混战，孙一林的部队、二胡头的部队，还有连庄会的人。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2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2、3、4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1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白总，4中队另有任务去了。什么？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
你整体调整部署。2、3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柏松副支队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4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挺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戚风进寨去救他的母亲。好，就这么办。好，好，分着听吧。啊！别误会，挺进支队来了！李少棠、孙玉林，给我滚出来！李少棠、梅景存、孙玉林、陈守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走。俺娘不在这，局长，局长，局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瑞才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好，走，跟我过去。把门关开！别怕回来的家，准备手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吕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峰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你先别动！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哎，13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在里头呢。娘，你怎么样啊？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哦，对，快！往后退！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退下去！退！快点！再往后，站这别动。这帮兔崽子，山下从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可得。我1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学长，咱撤吧，留着青山在，咱不怕木柴烧。师长，你看，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儿啊，娘不怕。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拿我这3把枪。嘿，师长，不能开枪，他没有骑兵。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刘副支队长，别跟了。拿枪。只要你跟我们拉开2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奇峰的娘。说到做到。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走，站！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小蛋儿，哎，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1个，我打谁呢？打谁？我看看。谁愿意追？为什么跑啊？站！提防！是二黑头，骑兵100，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队长去消灭孙女人。走，这。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你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啊，你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那死多少人呢？对，大哥说的对，干啥？好，哎，走，快点。娘，娘，儿来救你了。娘，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季风，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再交给我们。所有人，给我追击！走，加油！儿子，我小命保护好你啊，分成4组，各追1队。
驾！新树林，散开！驾！ 听着追击，撤！撤！快撤！快撤！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差钱的汉奸。吕世清人呢？跑了呀！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着我弄死他，给乡亲们报仇。白总，什么情况？这二黑头滑得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我看看欺负去。哎，我说，跑了，跑了。秦风，哎，周书记。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节哀呀。哎，谢谢。你是一区支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俺娘告个别。好。 呀，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呀。这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115师大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乡亲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总啊，沈总115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得太紧了。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祖公先生生前曾经盛情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都到齐了吧？吉峰啊，周先，哎呦，吉峰，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吧，没事，周先生，坐下，没事。我没事，周先生，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这样，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被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秋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宪军来抢地盘。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贵的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不可能，对，不可能。白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联庄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哎，周先生，我觉得副指导讲的很对呀。哎，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坚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的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我顺嘴，我看他。行了，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哎，好，我注意。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2区和3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是。白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替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带着独立团的番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没必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故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都休息。报告，讲，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连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
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是。去吧。童宇，到。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是。日军撤了，把伪军留下来了，很可能是按计划挺兵支队把鬼子给领走了。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也帮不上忙啊，周琦。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好。停！敢再来，我打死你啊！说啊！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把泰罗都邮过来。哦，是李队长，怎么才回来呀？皇军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哦，等着，我给你们开城门去。太君，哎，太君，哎，来喝口水，太君，哎，来，哎，喝口水，哎，别动，对，行动。别动，往前方向，快点动。快，跟上！向团长，李教员，还有一句话，分头行动。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保护好刘教员，团长放心。带路去兵站。哎，好，长快点，别急别急。哎，太君。长大队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能不能先从说两句啊？说的不好别见怪啊。当那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僧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啊！smash！ 好，江团长，打电话问问什么情况？是。电话线断了。真他的是你不兄弟摩托嘞！团长，去看看嫂子孩子，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是，太君，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嘿，停下去。小心！哎，混蛋！张大力到，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队，别让他们进来。手机，小李太君，
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是的，いつに戻るんだ。危ない，危ない。还是那个，还是小点叫，走就出去了。少爷太君，少爷太君，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一连长，走。差不多行了，再装翻车呀！啊，赶紧撤离。在。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在。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明白。哎，同志们，出发！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联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我同意。好，同志们，打益州！是。少爷太君，少爷太君，你没事吧？太君，没事吧？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隊の兵隊だ。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送提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我们。高長の連絡途切れだ。何かあるかな？おどけ。今監視のが我が軍がすでにこの地域敵の主力部隊を抑えた。抵抗の110した中に挺身地帯もある。その後ろ6キロあたりに岡沢連隊相当している。もう逃げられないぞ。敵は逃げられないように我が軍再攻撃準備し、フラグラの前でこの2の部隊を全滅させろ。政委，范总，没事吧？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还好，敌人一直把我和3中队当成药物室的主力打，现在还有5多个能战斗的。我看敌人集中兵力在攻打你们，就派人支援你们了。弹药快打光了，后面的地形也不利于坚守，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坚持到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分散突围。城里那边怎么还没动静？我估计乡亲他们已经动手了，只是鬼子现在还舍不得放弃对我们的攻击。好，我行了，好嘞。黒木、なんで来た？昨夜、敵の主力部隊は工場に攻め込んだ。留守部隊は全員戦死。警備の4中隊、救護中隊、警察部隊は搬送し、総統作戦の臨時兵隊も爆破され、武士を全てを失い、軍用無線機と郵便局も。その話。軍長と敵はもう停滞した。小野隊と長次兵は残りの兵力を集まって僕に投入した。今支援してほしい。敵の人数、番号、どこにいた？敵は1000人以上と推定されて、115番の同立部隊と挺身したの強盗作戦だ。今行方不明でした。あれね。お前ら俺せんでけえの！我が軍は本して何者だ！村田長官、私は調べたけがみんなそう言います。調べたって？お前は戦場にいなかったの？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小野隊と長次兵も見てなかった。この件についてはまた報告します。入れ！
カット中隊はすでに攻撃準備が整っておりますので、直ちに攻撃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大佐、旅団本部から連絡です。読め。敵軍の主力部隊は大戦に飛び出し、イシュ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イシュは気象地帯に陥り、村田連隊は敵本隊を囲むために直ちに帰るようにと言いました。マジだよ。いや、敵が我が軍をわざとこちらに引き寄せてきた。長王、一緒援護しろ。いや、しかし大佐殿、敵を乱すのがいけません。奴らはすでに支えきれない状態ですから、ぜひ最後の突撃を生かせてください。今度こそ必ず奴らを全滅させてきます。よし、俺は先に出発。お前に指示がやる。はっ。砲撃隊、特殊砲弾隊，我们先死的。はっ。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是。小心我，鬼子上来了！注意应变，把鬼子放进来打，撅子的。放松，坚持一下。放松，没事的，没事的，同志。没事了，放心，我在政委，坚持。喝点水。マスク用意。はい。部隊迎兵。不好，敌人使用了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魏教员，在，给我准备湿毛巾，救助前沿阵地的朱子德同志。是。我加料的。好。就，同志，给政委。对。好，带点水壶。是。这片河山故事长，我书卷归遁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烽火，中我只能硬币为枪，月光下。
想起那熟悉的床，娘的叮咛，爹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我曾誓言要为这片土地洒热血互相和，我曾誓言要为这片土地也要挺到底，为这片土地咱至最后。心中永远的温暖。甩！我让！甩！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想起那熟悉的床，娘的叮咛，爹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我的故乡，那升起的炊烟，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我的故乡，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月光下想起那熟悉的床，我的叮咛，爹的期望，世间人的墙。书信里藏泪光，儿啊，你何时归？这问题我比谁都更想。我的故乡，那条河边倒映的日月，是我梦中不变的牵挂。政委，路径用光了，怎么办？出鬼子来着，把房子来就摘了。是。看这孩子怎么来的？哎，真的，现在。没事吧？各单位，找些清水清理眼睛、口鼻。是。快点。老周，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没事，没事。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你怎么能随便拿首长的口罩呢？你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讲，报告副支队长，山下日军全部撤退了，返回县人方向。お願いします。徹底的に敵を絶やさないで実に小し、敵の牽制を待って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やつ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まず殲滅すべきだ。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はい。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编1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啊！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怎么，泄气了？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又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汶池旧战，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边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没事吧？卫生员，卫生员，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毛病，他们没有药，干着急。报告，讲。后方发现部队项目前进，支援部门有好几百人。继续追查。是。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但愿挺进支队安全吧。嘉诚，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好，我跟你一起去。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吕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呀，鬼子不会行动了。好。部队跟上！你们2支小队分散警戒。这位是刘公子百松副支队长吧？是的，我是刘百松。我是27师师长季梦龙。幸会戚师长。这位是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密，你好，戚师长。周县长你好啊！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不打紧的，拉毛病了。戚师长，来我们防区
有何贵干？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退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在此休整，再做打算。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8方不动。日军进攻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百松副支队长，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这个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好。調査、前方に敵の2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2つ？1つは天津市での戦闘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白石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1つは小笠原連隊の包囲網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松山峪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か？2キロです。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移動で追いかけて全滅します。いえ、部隊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を続けて周りを偵察しろ。老伯，所长，来，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处长放心，滚。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好。哦。哎，夏生，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为什么呢？那里更利于防守。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好。庄区长，哎，回来了。杜神，已经慢点。庄区长，你慢跑，你慢点，慢点。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区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区长了。庄区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呗。杜神医。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啊，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好，来拿着吧。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你讲的好话都是你，谢谢你，啊。就是あ、林村も合意しました。村の西と南2つの工事に敵の班が1つがいる。攻撃部隊準備をされました。孫仙玉から頼りがあるか。通信の報告では、有利の違いが確保され、いつでも発砲開始できます。今回は夜間基地を仕掛けるんだ。部隊は待機して市中まで午前2時。他の準備をせずに白石村と工事員箇所奇襲しろ。はい。孫仙玉はどうですか。彼らに伝えろ。銃声を合図に孫仙玉を砲撃して大規模攻撃の捕虜をしろ。驚かせてやれ。白石村でチームの労働を阻止しろ。はい。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王玉，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你呀，你跟我是一样的，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家是。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听经支队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别在我背后说坏话。你看，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多少人？有5、60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6个子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没有，没有。家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地图。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宋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不，老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你先别急，你让家生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家生，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10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家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
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启梦龙。只要启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如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启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贾生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启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对，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启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就这样办。出发。周政委，巡逻队发现敌人。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你打算怎么办？我派人加强了2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2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启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实在不行，咱们也学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祁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是。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是。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哼，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报告师长，说共产党故城县1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有请。是，里面请。哎，齐市长啊，我是1区的区长庄旭峰，这是副区长王玉。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我先问一下，齐市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
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戚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儿，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2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统治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戚师长，2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啊。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这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它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它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戚师长，尽快决断呀！戚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这儿。戚师长，别再犹豫了。季风，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胜他们。走。王岳，王副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嗨，师长，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2排按兵不动，留下1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1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好，戚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的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胜的联络。收到。走吧。走。就是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阻止は準備的だが。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6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合図にしてくれ。ただし白石村に吸収せよ。はい。卫兵，到！去前面，把庄学长给我叫来。上，到，上，走，就，走，就，戚师长，你找我。庄学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情况？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有多少敌人？人数不多，大概有1个小队，但火力很猛。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人，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的打！是，所有人进行队，缓步前进！是，快！是，就，